清晨8点，福州渐渐苏醒。这座被命名为榕城的城市，与榕树结缘于北宋。千年岁月间，幼苗长成遮天蔽日的古木，福州城的故事，也如不断蔓延的庞大树冠。榕树用阴凉的怀抱呵护着福州人对生活的偏爱，而福州的味道，就像榕树盘踞层叠的根系，安静而踏实地守护着一代代福州人。从沁人心脾的甜蜜到山珍海味的鲜美，食物带着一方水土的眷恋，如榕树一般，成为福州人记忆的图腾。有些滋味比树木更长寿，而有些滋味比时间更恒久。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，福州的味道一定是甜。历史上，糖一度是奢侈品。南方湿润温热的气候，让福州成为甘蔗的主要产地。加上发达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，福州菜里浓墨重彩的甜，是长久以来富庶之地的标志。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特别，但是莫名的好吃还是。甜甜蜜蜜吧，对这个东西比较执着，生活也要甜蜜。这一抹甜，仿佛榕树的根系，在时间的力量下蔓延整个城市，也成了榕城人记忆深处家的味道。儿子，干煸四季豆还有1碗哦。儿子，爆炒小肠。爆炒小肠子。好，马上来。小肠。29年前，刚刚结婚的何俊与吴丽华，在自家小区里开了个无名小店，专做福州家常菜。几十年里，凭借一口地道的福州味和社区餐厅读秒上桌的烟火气，从小区邻居的宝藏食堂，逐渐成为游客慕名打卡的网红餐厅。家里不想做饭，好，就到这里蹭一口，来2个菜，喝点小酒 ，OK 了。对，我们一般都家庭聚餐的时候会过来吃，首选嘛。锅气比较足，那书咣，但端两下就好了。因为老店空间有限，1年前，夫妻俩把店搬到了同一条街的新地址。店铺搬家，但让新老客人魂牵梦萦的，还是那一道最经典的福州菜。荔枝肉的话，还有3碗的荔枝肉。到10点多就过来了，先买一个荔枝肉，点了一个荔枝肉，这个应该是个特色吧，叫荔枝肉。一般荔枝肉它能配2、3碗米饭，对。非常甜的有福建传统的味道，蛮好吃的，好吃。美味的秘密要从清晨说起。结婚30年，已经是老夫老妻的吴丽华与何俊，还保持着蜜里调油的亲密。尽管不用亲自上阵，妻子吴丽华还是会每天早起送丈夫出门。走了，去买菜了。好，7点8点啊。好。几乎所有知名餐厅食材都是重中之重，都是前腿肉很嫩，我们都是给它留的前腿肉很漂亮。我们的荔枝肉哈，基本都是当天现杀的那个前腿肉来做的，因为它的肉哈没有那么柴。猪肝也给我吃了。好，这个都是你的货了，都是你的货，别人货都走了，都是你的货。荔枝肉，福州家常菜中的头牌，主材亲民，猪后腿肉和土豆改刀切丁，
包裹吸水能力强的红薯淀粉，为下一步的油炸做好准备。食材亲民，但何俊出品的荔枝肉味道一点不含糊。油锅中高温给主要食材定型，形成表面酥脆的口感。荔枝肉风味的核心是料汁的调制，洋葱、蒜头煸香，并与本地香醋打好底味。重中之重的白糖登场，甜与酸吸收了配料香味，又在恰到好处的比例中彼此融合。时机是这道菜的关键。当料汁翻滚浓稠、泛起光泽的瞬间，投入食材，料汁均匀包裹其上，酸越发衬出甜，甜也愈显清爽。此时，一道福州荔枝肉就此成型。荔枝肉即刻上桌，扑面而来的热气中带着油香与酸香。一口下去，酥脆的外皮在齿间化成一声声脆响。紧接着是软嫩的肉心，酸甜在舌头上翻滚，轻挑味蕾。羊肉还有点带点咸，就是酸甜挺正宗的。在一道道福州菜中，甜与酸互为骨肉，一方提鲜，一方解腻，交织缠绵之中，形成挥之不去的余味，也调和了福州人的日子。搬迁大半年，夫妻俩又回到了当年的老店。最早的时候，80几年这里全部是木屋房，我们从小都是在这边长大的。现在都在新店里面那边忙了一下，也从这里走过都很想进来店里一下。哎呀，看一下，很有感情。是啊，到这里面很有感情。以前你拿2个锅炒菜好厉害，放。90几年的时候，这里大片的残新，就一个一个新鲜的盖起来，马路也整洁干净。哇，这边茶花开的好多啊！这个花很漂亮。花都被你弄乱了，真的很漂亮。那时候年轻开店，现在头发都开始白。那时候开店为了孩子嘛，把孩子抚养长大，想着能维持这个家。虽然忙，但是总觉得2夫妻在一起做事情，那也不是可以的。没地方办就是。30年转眼过去，爱人白了头。福州菜里那点甜，也像他们的日子，不张扬，却藏着陪伴的温度。除了甜，福州人最引以为傲的是那口山海交融的鲜。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的地理环境，带来山海珍馐遗嘱间的独特滋味。从山野到海洋，自然的馈赠在福州人的餐桌上幻化出万千风味。而这份山海之味最朴实亲切的一面，当属深夜里的一道市井美食。12我扫您。木鱼筒骨、青椒排骨、鲍鱼排骨，有一个小肠换成羊肉。好。炖灌店，福州人偏爱的元气加油站。忙碌一天过后，坐在露天小店的桌前，吹开汤面油花，老火慢炖的汤底裹着山海的精华，一口下去，从喉头暖到胃里，慰藉一天的疲惫，精气神也随之回到身体。很爽，
就我们都过来吃夜宵的。福州的酒鬼们经常喝完酒来吃。有对比过其他的那种炖罐店，就他们家的味道会比较好。福州炖罐是好的，但是这家比较有名字，这叫眼镜炖罐嘛。那阿姨为什么起这个店名呀？我儿子戴眼镜嘛，戴眼镜你只能吃眼镜炖罐啊。说话的是眼镜妈妈吴雪蓉。2009年，吴阿姨和儿子在广达路支起炖罐摊，靠着过硬的口味，在15年间把当初的小摊经营成了福州宵夜地图不可或缺的坐标。吃得够香吗？与母亲直爽的性子不同，眼镜哥却是一个极致的 I 人，沉默穿梭在店里，只用食物让客人记忆深刻。其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，当属那道福州经典的木鱼筒骨炖罐。从山产到海味，炖罐店一切食材采购都由吴阿姨把控。对海鲜情有独钟的福州人，炖汤偏好鲜味更加浓郁的干货。其中的大件木鱼就是我们熟悉的乌贼，干制后腥味减少，鲜味物质逐渐沉淀升华，增加了新鲜木鱼不具备的风味与口感。而要达成炖罐的美味，还需要进一步蜕变。泡水2小时，干木鱼质地变得柔软，富有弹性。筒骨焯水，血沫与杂质析出，捞出降温，等待与木鱼的相遇。店里每天要卖2000份左右炖罐，备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木鱼、青鹅、鲍鱼等海鲜，与筒骨、排骨、猪肚等山产，在一个个白瓷罐中碰撞，加入福建老酒，盐调味，倒满清水，食材就绪。要实现炖罐的美味，还需要最后一步。蒸能更好锁住鲜味，但需要6个小时的耐心。在热力与时间的作用下，一抹山海相融的鲜正在缓慢酝酿。当白日的喧嚣褪去，暮色浸染融成，炖罐的滋味才真正苏醒。出锅的瞬间，山海相逢的鲜香便裹着热气扑面而来。数小时文火慢蒸，骨髓与水解的胶原蛋白交融，凝成晶莹的油膜。木鱼干浓缩的鲜味物质释放，让鲜甜风味显著提升。舀一勺浓汤，海鲜的鲜甜直达味蕾，筒骨醇厚的肉香随之而来，而舌尖泛起的淡淡酒香，那是福州老酒画龙点睛的一笔。当最后一口汤滑入喉咙，唇齿间仍萦绕着山海交融的余韵，这是福州人最熟悉的深夜味觉。地中炖罐用最朴实的方式，将鲜美滋味调和并蓄，没有华丽的摆盘，却用最本真的方式诉说着山海馈赠的故事。在福州，山与海的相逢，不只有朴实的烟火滋味，
在这方庭院里，同样的山海对话，有着另一种融入茶香的精致表达。我从小在闽北长大，那个地方都产茶，茶跟美食，在我眼里其实是一件东西。高峰，前3房气象总工程师，现餐厅老板。20年前，为了实现心中对闽菜的想象，他以茶文化最辉煌的宋宣和年间为名，开了这家大隐隐于市的店。被称为闽菜之王的佛跳墙，在他手中便有了与岩茶结合的版本。土鸡、番鸭、猪蹄、火腿等山珍，赋予佛跳墙来自山野的底味。慢炖成高汤，此时关键的岩茶登场。他从闽北远道而来。武夷山，最能代表福建的茶叶产地之一。岩谷花香藏于重重山峦之间，造就了岩茶独特的气韵。每年5月初是短暂的采摘期，必须抓紧时间采摘杀青，才能锁住那一缕山间孕育的清香。这是咱们山产的老冲水仙，树龄大约80年左右，树上有很多青苔，还有一些蕨类的植物，这是最自然的孕育。所以我们喝这泡茶或者吃这道菜，就能感受到这个周边环境的气息。高汤加入岩茶，不再只是浓郁，而是带着回甘与山石气息。红火慢煨一日夜，时间的淬炼下，茶叶在热汤中舒展，与高汤合二为一，为海之味的加入做好准备。各色海货准备就绪，浇入岩茶汤底。接下来还需要时间之力的加持。3小时的等待，茶香渗入每样食材的肌理。陆地的醇厚与海洋的鲜甜，经历茶香的淬炼，让盐韵佛跳墙有了深沉回甘的风味层次。所以正好我们有做这道菜，所以觉得他这个做的比较好。这样菜品的呈现方式、制作方式到位就可以了。新菜的研发不止于岩茶佛跳墙，主厨郑昌旺、高峰的左膀右臂，也是相爱相杀的欢喜冤家。他对事情是比较认真，一个事情没做好，他就一直在心里打转。你们之间没有吵过架吗？吵架倒没有，偶尔耍点小情绪是有的，这正常。我们定期研发一些新菜，对他们来讲肯定是有压力，但是我觉得去干就是了嘛，他们还年轻嘛，是不是？一个精益求精，一个奋力前行。这一对互相成就的东家和员工，合力开发出一种融入茶元素的新派闽菜。其中，一道地位堪比佛跳墙的经典之作，用大道至简的美学，诠释了清雅茶香中的山海之味。张港海蚌，福建最好的海蚌之一。产于闽江入海口，咸淡水反复交汇与滋养，造就了极为鲜嫩的质地，被誉为西施舌。选用4两以上的海蚌，分离出晶莹剔透的蚌针，60度左右的温水熟制，
可以避免高温导致棒肉收缩变硬，鲜味流失。火腿与鸡腿熬制的鸡汤，还需要用一种特殊手段进一步提炼。鸡胸肉与猪瘦肉打成肉蓉，下入熬好的鸡汤中。肉蓉受热，其中的蛋白质形成细小的絮状网络结构，能够捕获汤中悬浮的脂肪微粒和杂质。在这层蛋白过滤器的作用下，汤底神奇般变得清澈透明。不同于岩茶和佛跳墙的深沉结合，与海蚌搭配的鸡汤格调淡雅，茉莉花茶最为相配。倒入澄清的鸡汤，汤底颜色不见厚重，但香片清雅的味道已经融入鸡汤之中。这道佳肴最动人的时刻，需要在餐桌上完成最后的仪式。海蚌进我碗底，当浸润着茉莉花香的鸡汤倾泻而下，一场山海相逢的盛宴就此展开。恰到好处的二次汆烫，既锁住了海蚌最本真的鲜甜，又让山野的茶香与海洋的滋味完成最后的交融。不同于佛跳墙繁复的美，在鸡汤汆海蚌中，山与海的万千风貌，在一小盅复杂又极简的佳肴里，化为静静绽放的雅致。这是大味至简的智慧，更是闽菜人对食材本味的最高礼赞。2007年，担任3坊7巷总工程师的高峰，亲自铺就了南后街的石板路。这都是我当时铺的，中轴线是在这啊，坠出来，铺的坠出来，是吧？然后慢慢往里收。从修复古街的工程师，到重塑闽菜的美食家，高峰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这座城市的深情。一个菜系的强不强，其实它后面要有文化背景。我要告诉大家，闽菜它有精致的基因在，最后大家吃满意了，达到了大家的要求，我就快乐了。周五到了一家人聚餐的日子，一直为客人忙碌的何俊宇，终于有时间给家人们做点私房菜。凌晨4点半，顿馆店终于到了打烊时刻。10几年来，这样昼夜颠倒的生活，成了母子俩的日常。我们一直熬夜吧，熬了10几年了嘛。偶尔一困的时候有想，哎呀，不想来，没办法都要来。说好啊，我做下去，我儿子2个过幸福点，不好。在闽味的探索之路上，高峰与郑初的匠心仍在延续。他们以茶为引，以鲜为纲，带着福建人特有的执着，为闽菜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注脚。从甜蜜家常带来的温馨与眷恋，到山海食材孕育的鲜甜与厚重。当时光蔓延榕树气根，古城的烟火气便浸透了千年滋味。这些在齿间流转的密码，终将带着福州人走向更远的远方，又循着味觉的罗盘，回到这片被山海宠爱的土地。